重刷《长相思》才发现十七背刺小六这个情节，在书中竟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，直接影响了六景、六柳的情感走向。在这个情节之前，十七其实已经占得走进小夭内心的先机，不是因为他比相柳陪伴小六的时间更长，反倒是相柳的出现给他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。当小六被相柳抓进军营，用妖童逼问他是谁的时候，小六的眼中有了汽水，几十年没有撕开的壳被强逼着撕开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是小六最柔软、最需要依靠的时候。而十七的行为大大给自己加了分。小六以为自己迟迟不归，十七找不到他，他就会返回清水镇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世上谁都不可能等谁一辈子。可十七不仅等了他一夜，还循着踪迹找来，甚至不顾危险硬闯陈荣军营。这让小六又意外又感动，所以当相柳盯着十七看时，他会在惨遭相柳鞭刑后还不怕死的极力保护十七。在十七背他下山的路上，本是非常的排斥厌恶别人碰触身体的十七，却心甘情愿背小六。在小六控诉相柳的可怕时，十七告诉他别怕，正是因为小六坚硬的壳子被撕开的缝还没合上，所以小六很贪恋这份手边的依靠。他不断询问十七能陪他一辈子吗，并且强调十七必须只听他的。十七的恩让小六慢慢放了心，甚至在山洞疗伤时，他还主动给十七讲他过往的经历。回家后，因为骗过了老穆，小六还开心地冲着十七眨眨眼睛，哼着小曲儿回自己屋子。此时的十七在小六心中已经和麻子串子不一样了。麻子串子是他乐意帮助照顾的人，而十七是他愿意尝试去依靠的人。后来相柳却来参加麻子和春桃的婚礼，小六把相柳让进屋，看到十七默默坐在自己身边，他的唇角不禁上弯，成了一弯月牙，眼睛也变成了两枚小月牙。可见出他内心的快乐。300多年了，终于不再是自己孤身一人面对一切，也不是自己去照顾他人，而是有了一个能照顾他、能让他去依靠的人。相柳走后，小六为读不到他而生闷气，看到十七超脱万物的样子，恨不得要揉捏他，就倒了一杯毒酒让他喝下。十七接过，一仰脖子喝下。小六先是一愣，然后手忙脚乱地给他喂解药，嘴里骂他你个傻子，但心里却泛起了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涟漪。十七对他的绝对信任，让小六在他的怜惜中夹杂了一点点心动的成分了，所以他才会在对抗宣时选择把后背交给十七。可这一次十七却没有接住，尽管小六知道他有苦衷，但在他自信的回头时，那人却不再终是事实。这也让小六再一次认清，这世间的人都是孤零零来，孤零零去，谁都不能指望谁。今日若有多大的希冀，明日就会有多大的伤害。与其这样，不如从未有过。有人说人的信任很浅薄，欺骗了就失去了信任，更何况小六的经历太特殊了。母亲许诺来玉山接他，他等了70年。他把土财主当好人，结果他却要脱他的衣服。他把九尾狐当朋友，结果他囚禁折磨了他30年。这一切的磨难让小六给自己的心砌了一重硬壳。这层硬壳若不是被相柳强行撕开，小六应该还不会生出依靠十七的想法。毕竟他已和十七活了3年，这于十七而言却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可是他却因为害怕离开他，反倒失去了他。这件事以后，小六心上的硬壳便关闭了。哪怕后来小六原谅了十七，哪怕后来的十七一次次经受住他的试探，但要他再去信任一个曾经背叛过自己的人，还是很困难的。小六其实对十七真的很好，他最终还是选择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但他的信任度的提升肯定会很缓慢，可能时期稍有些看着不坚定了，他就会想着放弃。毕竟这是他在历经苦难后首次尝试去依靠一个人，却以失败告终。这个伤害应该比九尾狐妖对他的欺骗和伤害更深更狠。从十七背刺小六到小六原谅十七，期间经历了9个多月。而这9个月却让六六的交往机会增多，对彼此的认识不断加深，为后面六六情感的滋生奠定了基础。苍玄奉命带小六回浩陵，小六却不愿去，但苍玄带了不少的侍卫，还有神族高手，小六想凭一己之力很难逃脱。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相柳，不仅是因为相柳武力值高，更因为相柳是浩陵和西岩的敌人，可以承受2国的怒火。可惜时间仓促，相柳根本来不及赶来。
剩下唯一可以帮助他的就是涂山璟了。小六看向屋檐下的冰晶风铃，唇畔慢慢的浮起一个冷笑。小六既然想要找涂山璟帮忙，为什么会冷笑呢？因为他不相信涂山璟会帮助他。如果璟帮助了他，就意味着他要与浩陵、西延两国过不去，可以说是与整个天下为敌。在他的认识里，叶时期是无牵无挂，可以为他倾尽所有，但涂山璟是不可能的。他有他的身份和责任，怎肯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医师而得罪两个大国，让他的家族去承受两大帝王的怒气呢？小六有了这个想法也是正常的。之前苍玄也曾借小六来探测过涂山璟的立场，小六就说过，你把下棋和家族大事相提并论，他听我的，不过是欠了我一命之恩，所以璟可以听的。苍玄听了便放弃了心里的打算，他也觉得6年的恩情可以让璟对小六另眼相看，但绝不可能让璟为小六去改变涂山氏的立场。所以当小六提出要璟帮他逃走，璟直接回答好时，小六的笑是僵在脸上的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。小六的行为其实很矛盾，他一边认为璟不会答应，一边又要去试一试，很明显是情感大于理智。从情感上说，小六对17还是抱有希冀的，而这份希冀来源于他们6年的相伴，来源于17一次又一次说的我不离开。虽然17的第一次背刺让小六心上的硬壳关闭了，但由此牵出的情愫却没有真正斩断。特别是17竟然琢磨出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渴望，不管什么原因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，这是最让小六悸动的话。300年的经历让他的情感第一需求就是不离不弃，长久相伴。可能是太过渴望，可能是发现17是可以实现他渴望的第一人，所以小六愿意再放任自己的心，给17一次机会。在他壁咚17的时候，在17第一次公主抱他的时候，小六是害羞又开心的。可惜没多久，17变成了涂山璟，不仅有美婢，还有未过门的妻子，已在涂山府住了10年。为此小六是不开心的，因为他渴望落空了。小六曾在看到防风硬硬的马车后，将自己浸在河水中，任水流将他冲下，直到身体撞到一块石头上，他才下意识地爬到石头上。他对自己说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顺心而为的下场，冻死了你也只是你自己的事。这个顺心而为就是想依靠17，却发现最后受伤的是自己。在此刻，小六应该做出了决定，要放弃17的陪伴了，不想苍玄被防风硬硬射伤。小六被迫找璟要冰晶风铃，璟不仅告诉他，但凡有我，你皆可拿去，若是我没有的，我帮你去寻。小六请求他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伤害轩。璟满口答应，因为我承诺过会听你的话。如此无私的给予，坚定的回应，让小六想放弃的心又有了一丝动摇。其实小六完全可以不求助璟，可以先改变容貌，拖延时间，等着相柳赶来。而且他本就想好趁这个机会彻底离开清水镇，离开他生命中出现的每个人。可惜小六还是做不到绝对的心冷，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对17的一丝牵念，所以他嘴里说是想要看涂山璟为难，好让自己走得无牵无挂。但其实和之前踩坏了饼才救17的逻辑是一样的，就是心软想救，却偏找个理由。就是心动舍不得，却偏做出一副心有答案的冷笑。结果在涂山璟帮助逃走后，小六心底的那丝牵念不仅没有被斩断，反而在蔓延。这也为17龙骨玉表白小六答应他的15年约定铺垫了一重坚实的心理基础。在清水镇时，小六对17和相柳都动了心，但从情感的第一顺位来看，他还是更倾向于涂山璟，因为他不仅试探相柳放下大义失败了，后来在陈荣军营更是理解了相柳的坚守，他尊重他。